今天，眼见古今将带大家看点跟以往不一样的。这是一座小小的墓葬，墓坑面积只有4平米左右，简陋得很。按常理，这种小墓最多出几件粗糙陶器，顶多算考古配角。要是碰上盗墓贼，他们看一眼估计就走人，连撬都懒得撬。可谁能想到，这座小到可怜的墓居然暗藏玄机，其实是个国宝库。考古队在里面清理出足足225件珍贵文物，其中光金器就有6斤多。更离奇的是，墓里居然出土了3把金柄铁剑，这是中国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的顶尖国宝，其价值根本无法估算。一个4平米的小墓，凭啥能装下这么多震惊世界的宝贝？墓主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没有棺椁，没有遗骨，却留下了如此庞大的财富呢？今天就带大家层层揭开这座中国最小墓的大宝藏之谜。故事还得从1992年的春天说起。那一年，陕西宝鸡南郊的一门村正在搞基建，一家电讯器材厂要在这里施工。大家都知道，陕西这片地号称地下博物馆，随便一铲子下去都可能跟周秦汉唐的哪位古人打上招呼。而宝鸡这座城市在历史上可是大名鼎鼎，3000年前周秦王朝发祥于此，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今天更是有名的青铜器之乡。所以按照规矩，工程开工前，当地文物部门得派考古队先进场探探路。考古队长叫张天林，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他和队员们拿着洛阳铲，在工地上按部就班地进行钻探。一开始一切都很平静，直到有一天，一把探铲从地下1.3米深处带上来一些颜色不对劲的土。张天林凑过去一看，眼睛瞬间就亮了。这土泛着一种血红色，在场的年轻队员可能还纳闷，但老考古人心里已经掀起了波澜，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土，这是朱砂。各位，朱砂在古代可是个好东西，它是一种名贵的矿物颜料，主要成分是硫化汞，能防腐防虫。古代的王公贵族下葬都喜欢在棺椁周围撒上一层朱砂，希望能让自己的肉身和宝贝千年不坏。比如大名鼎鼎的马王堆辛追夫人，出土时皮肤还有弹性，其中就有朱砂的功劳。所以墓里有朱砂不稀奇，但稀奇的是这朱砂的量。张天林和队员们经过初步勘探，发现这地下的朱砂层厚得有点离谱，最厚的地方足足有5厘米。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在中国考古发现的所有大墓里，能有这么厚朱砂层的，掰着指头都能数过来。其中最出名的就是30多公里外那座号称地下金字塔的秦公1号大墓，也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秦始皇先祖秦景公的陵墓。秦公1号大墓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大墓葬，位于宝鸡市凤翔县雍城遗址范围。公元前776年，秦人从甘肃迁入宝鸡，他们在宝鸡境内4邑都城苦心经营，才最终奠定了秦帝国统一大业。雍城是其中定都时间最久的一个，长达294年。如今雍城虽已杳无踪迹，但这里历代秦王的陵躯仍然展现秦当年的气概。秦公1号大墓正是其中的代表。而今天发现的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包下面，竟然用着和秦国国君同等级别的朱砂厚度，这反差太大了。考古队员们心里都直打鼓，难不成这小地方藏着个大人物吗？所有人的好奇心都被吊到了最高点。考古队立刻上报，经过勘探，这里有2座墓，其中一座是汉墓，而这座发现朱砂的被编号为一门2号墓。然而当墓葬的轮廓被完整清理出来时，在场所有人都感觉有点提不起劲。为什么？因为这墓也太小了，长3.2米，宽1.5米，总面积就4平米左右，也许还没你家卫生间大，形制就是最简单的长方形土坑数学墓，朴实无华，甚至可以说有点寒酸。队里的年轻队员们难免有些失望，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寒酸样估计连盗墓贼都懒得光顾，
所以才保存得这么完好吧。失望归失望，工作还得继续。可谁也没想到，真正的震撼才刚刚开始。5月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勘察完毕，大家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这座小坟墓没有征兆的塌方了，泥土哗啦啦地往下掉，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这下好了，原本的例行勘探变成了争分夺秒的抢救挖掘，谁也不知道这座古怪的小墓里到底藏着什么。当那层厚厚的、价值不菲的朱砂层被一点点剥离后，清理工作进行到墓底时，张天林小心翼翼地用手探着。突然，他的手指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众人围拢过来，只见张天林手里拿着一把剑柄，剑柄用黄金浇灌而成，花纹镂空浮雕，华丽无比。黄的就是金子做的，绿的就是绿松石，这个器物看上去五颜六色，非常刺眼。这就是传说中的有钱难买金镶玉。金与玉的结合是春秋晚期才开始的，因为它在制作上要求精选最合适的玉料，设计最完美的造型，实现连续敲击、镶嵌等繁复高难的工艺。这项工艺在历史上曾多次失传，今天只有台北故宫保留着中国最后一代乾隆年间的金镶玉作品。因此，这件民间难得一见的珍宝金镶玉被用来形容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比如我们常说的金玉良缘、金玉满堂、金科玉律等等。而这把剑居然是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制造的。更震撼的还在后面，当他们找到与剑柄连接的剑身时，发现剑身竟然是铁制的，还刻有精美的花纹。别小看了这个细节，在春秋晚期，铁器刚刚问世，冶铁技术还不成熟，铁比黄金还要珍贵。铁器在当时是绝对的高科技产品，而且是战略级物资。秦国之所以能最终脱颖而出，就是因为率先掌握了先进的冶铁技术。而眼前这把剑竟然用最珍贵的黄金和绿松石来装饰当时最尖端的铁制武器，这种金铁合一的复合工艺，这种奢华程度简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它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科技与权力的巅峰宣言。后续这座小墓中又发现了多把同样精美绝伦的金柄铁剑，而同样质地的金铁合成器还有24件。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才能拥有如此惊人的陪葬品呢？考古队们初步推断，一门2号墓的墓主人的级别可能已高于普通诸侯。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这个小小的墓坑仿佛变成了一个聚宝盆，一件又一件的稀世珍宝在发掘中重见天日。金环手铁刀、金方手铁刀等另外2把同样规格的金柄铁剑纷纷现世。最终，考古学家们从这个仅有4平方米的单间里清理出了高达225件的国宝级文物，其中金器104件，总重量超过6斤，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春秋墓葬中出土黄金总量最多的。铁器也有20多件，在那个年代是不可思议的数量。此外还有81件精美的玉器，以及铜器、玛瑙、绿松石等等。6斤黄金是什么概念？要知道，之前中原地区出土金器最多的曾侯乙墓，金器总重量也才7斤左右，而且那可是楚国国君的墓啊！这座面积只有4平方米的小破墓，金器重量居然能和诸侯王陵媲美。更诡异的是，这些金器在整个墓葬陪葬品中占了1半以上的比例。按照常理，中原地区的贵族墓葬应该以青铜礼器为主，金器只是装饰品。可这座墓完全反过来了，金器成了主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墓主人究竟是什么来头？要想知道墓主人是谁，就要从墓里出土的其他文物中找找线索了。我们来看看这批总重超过6斤的黄金器物。在那个年代，这批黄金足以买下一座城池。这个数量也创下了中原地区所有春秋墓葬出土黄金总量的最高纪录。这件压手金带扣，带扣造型活泼生动，工艺精湛，一个憨态可掬的丫头惟妙惟肖。最关键的是，考古专家发现它的形制和纹饰与30公里外秦公1号大墓、
及马家庄宗庙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此外，墓中还出土了设计巧妙的盘蛇金带钩和造型生动的鸳鸯金带钩，每一件都展现了当时金器制作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墓主人奢华的生活品味。造型独特的兽面金方袍，表面是有威严的兽面纹，工艺精湛。而数量最多的是用于装饰马具的金络饰、金元袍等多达143件的马具饰品。这些饰品全部由纯金制作，其奢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后来秦始皇陵铜车马上以金、鎏金、银混合使用的络饰。这不禁让人疑惑，墓主人难道比秦始皇还富有吗？我们再回来细看一门2号墓中的玉器，玉器是古代中原贵族一种身份的象征，陪葬品中玉器更是必备之物。它们不但鲜明表示墓葬主人显赫的身份，并且玉器上雕刻的图案正是春秋以后的关中地区流行的盘灰纹、云雷纹等，从纹饰看是典型的秦的器物，淹没了2000年的帝国宝藏，竟然真的在宝鸡一门悄然面世。其中最精美的是一件盘灰纹玉璜，长5.2厘米，宽1.8厘米，厚0.35厘米。这件玉器呈弧形薄体，两端各钻一圆孔，最神奇的是它的两面雕琢着不同风格的图案。一面平坦地阴刻着4条相互勾连的秦式龙首纹，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另一面微鼓，中间着出凹陷，槽四周浮雕着相互缠体的盘灰纹。什么是盘灰纹？就是盘绕的小龙纹样，是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流行的装饰图案。这种纹饰工艺复杂，需要极高的雕刻技巧。还有一牛形玉佩，长2.5厘米，高1.5厘米，厚0.4厘米，整体呈长方形扁体，中部鼓起，周围有齿棱，外部似一头小牛，两面都浮雕着相互缠体的盘灰纹，非常精致。此外，还有这样一件素面压手型玉带玉，整个器具由3部分组成，主体是椭圆形的环状，横截面则是6边形，在玉带玉的尾部还有一个短管。在椭圆形环前侧便有着精致的雕琢而成的压手形，长长的扁宽鸭嘴，前端略大，上面还凸起了一个小脊，栩栩如生。更重要的是，这个玉带玉与之前在著名的秦宫1号大墓中挖掘出来的金带钩，无论是用料、技艺还是造型都十分相似，很可能是同一时期的秦式玉器。还有那3把震撼全场的金柄铁剑，此3把剑现被考古界誉为秦剑之星，每一把都堪称艺术品中的艺术品。剑柄由纯金浇灌而成，上面雕刻有云钩纹、饕餮纹等复杂图案，还镶嵌着绿松石。整个剑柄采用镂空浮雕工艺，华丽精美。有专家说，这简直就是古代黄金工艺的最高体现。纤细小柄深满布，表示鳞甲的密点，交往蜿蜒在一起，奇妙考究。更神奇的是，这些剑居然是纯手工打造的。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春秋时期，工匠们是怎么做到如此精细的工艺的？这简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且这些剑的长度只有35厘米左右，明显是短剑。这就奇怪了，因为秦国人一向喜欢使用长兵器，像矛、戟这些，最长的能达到7米，最短的也有2.3米。连秦兵马俑坑里的青铜剑都有91厘米长。这些短剑比较像是游牧民族使用的武器，难道墓主人还有游牧民族国君的可能性吗？首先，这些玉器上的纹饰都是典型的秦式风格，云雷纹、盘灰纹等都是当时关中地区流行的图案。这就更奇怪了。如果这些玉器确实来自秦国，那墓主人应该是秦国贵族，但墓中会有那么多异域风格的器物，实在是充满了矛盾，令人疑惑。陆续清理出来的小件铜器也存在疑问，考古人员找到19件，包括压手铜带扣、铜转子、铜马衔的马器。令考古员困惑的是，始终没有发现一件车器。对于秦国这样一个中原诸侯国，应该车马器同在。从以往发现也都证明秦墓车马器同时出现，这一次不知何故出现反常。
小件铜器的出土，大家突然意识到被大家一直忽视的问题：作为秦国墓葬，一门二号墓怎么会出现缺乏中原墓葬中最重要的代表身份的青铜礼器呢？在春秋时期，青铜礼器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根据当时的等级制度，墓葬中必须有相应等级的青铜礼器，即使是平民也可以用陶制的仿青铜器陪葬。可这座拥有225件珍宝的墓葬中，竟然连一件青铜礼器都没有，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墓主人明显有钱，6斤黄金都舍得用，为什么偏偏不准备最重要的青铜礼器？更诡异的是，这座保存完好的古墓中，居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墓底铺着厚厚的朱砂层，按理说应该有很好的防腐效果才对。而且墓葬没有被盗的痕迹，尸骨不可能被人取走。即使尸骨腐烂了，至少也应该留下骨粉或者牙齿什么的。可考古专家把墓底翻了个底朝天，连一点骨粉都没有找到，只可能是这个墓里从一开始就没有人。那这些宝贝是怎么来的？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一座坟墓。好了，各位朋友，讲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现在我们把所有线索盘一下，一个穷酸的小墓埋着富可敌国的宝藏，宝藏里既有最顶级的秦国贵族用品，又混着一股浓浓的北方草原风。这下问题来了，墓主人到底是谁？他一会儿像是中原的王公，一会儿又像是草原的雄主。这种感觉就像你发现一个人白天西装革履在华尔街谈笑风生，晚上却穿着兽皮袄子在草原上套马，身份极其割裂。而最诡异的问题我们还没提，挖了半天金器玉器都快堆成山了，可墓主人呢？别说尸体了，连根骨头渣子甚至一点骨粉都没找到。这个惊人的发现让一门二号墓的谜团彻底进入了烧脑模式。一个没有主人的墓，这事本身就透着一股邪乎劲儿。考古队员们也懵了，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围绕着墓主人的身份，这几十年来考古界吵翻了天，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个猜测就是墓主是被软禁的草原之王西戎某国军长。这个说法由西北大学的梁云教授等人提出，他们抓住的就是墓里那股浓浓的草原风。你想啊，谁会这么喜欢金戒？中原贵族虽然也用，但更看重的是代表礼制的青铜器和玉器。而草原游牧民族因为常年迁徙，喜欢把全部家当都打造成金饰戴在身上，既是财富也是装饰。谁会用短剑骑马不坐车？当然也是草原民族。那问题是，一个北方的戎王怎么会跑到秦国的地盘上来，还埋在了这儿？这就得翻翻史书了。根据《史记》记载，春秋时期秦国有个非常牛的国君叫秦穆公。这位大哥雄才大略，在位期间干了一件大事，就是罢西戎，把当时在秦国西边和北边闹腾的12个戎人部落国家给灭了。灭了之后，为了防止他们东山再起，秦穆公想了个狠招，把这12国的戎王和贵族全都拖家带口的迁徙到秦国内地来，好吃好喝供着，但实际上就是政治人质，把他们给软禁了起来。现在你再看一门二号墓，是不是感觉很多事都能解释通了？人家本来就是一国之君，虽然国家没了，但搜刮的财富都还在，当然富可敌国。为什么没有青铜礼器？青铜礼器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你一个亡国之君，阶下之囚，秦国能让你继续摆谱吗？金银珠宝你随便玩，但象征诸侯身份的礼器，对不起，一件都不许有。这叫政治上不允许。为什么风格混搭？因为墓主本来就是戎人，生活习惯和审美当然是草原风，但在秦国待久了，耳濡目染，也搞了些秦国最时髦的玉器来玩，两种文化就这么融合了。这个说法听起来是不是天衣无缝？但它有一个巨大的硬伤，那时间对不上。秦穆公罢西戎是在公元前7世纪，而一门二号墓经过碳14测定和器物风格判断，年代是春秋晚期，
大概在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这中间差了100多年呢。难道是当年那个荣王的孙子的孙子？似乎有点牵强。既然荣王说有漏洞，那有没有可能是秦国人自己呢？有学者就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猜测，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一个非常有故事的秦国公子身上，他的名字叫后子真。这位后子真是秦景公的亲弟弟。秦景公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拥有秦公1号大墓的主人。根据《史记》和《左传》的记载，这个后子真在秦国非常得人心，声望很高，甚至到了如二君于景的地步，意思就是秦国当时好像有2个国君一样。这下哥哥秦景公坐不住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于是秦景公找了个借口，要办自己的亲弟弟。后子真一看情况不妙，赶紧卷上自己所有的家当，一口气跑到了隔壁的晋国去避难。几十年后，秦景公去世，后子真才回到了秦国。现在我们用这个剧本来套一门2号墓，你会发现也惊人的吻合。为什么这么有钱？人家是能让晋国国君都感叹太富了的超级富豪，陪葬品多，理所应当。为什么没有青铜礼器？因为他有过叛逃的黑历史，虽然回国了，但政治身份已经没了，失去了钟鸣鼎食的特权，自然不能再用代表身份等级的礼器陪葬。为什么器物和秦公1号大墓那么像？太像了，因为墓主就是秦公1号大墓墓主秦景公的亲弟弟啊。兄弟俩品味审美差不多，用的工匠都是一批人，东西能不像吗？时间对不对得上？秦景公死于公元前537年，后子真回来后又活了很多年，正好能对上春秋晚期的年代。这个解释几乎完美地解决了所有关于器物的矛盾。但是他和荣王说一样，也面临着那个终极难题：人呢？尸骨去哪儿了？面对尸骨无存这个迈不过去的坎，考古学家刘君社等人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想法：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想错了？谁说这一定是个墓？这会不会根本就是一个精心伪装过的藏宝洞？一个大胆而又合理的推理链条就此形成。在春秋末期到秦末天下大乱的某个时间点，一伙胆大包天的盗墓贼成功潜入了当时还埋藏着无数珍宝的秦公1号大墓。他们非常有眼光，专挑那些价值最高又便于携带的宝贝黄金、玉器下手，以及那几把极其罕见的金柄铁剑。而那些笨重的青铜大鼎，他们根本看不上，也带不走。满载而归后，这伙人不敢走官道，怕被盘查，就准备走南边的蜀道外逃销赃。而驿门村正是通往古代益州，也就是现今成都的必经之路，是益州之门。可能是在逃亡途中遇到了什么变故，比如风声太紧，他们决定先把这批烫手的宝贝临时藏起来。于是他们选择了一处偏僻的山林，挖了个坑，或者利用了一个早就被盗空的小墓，把所有宝贝都埋了进去。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们还耍了个此地无银300两的小聪明，把这个藏宝坑伪装成了一座墓。他们铺上厚厚的朱砂，做出棺椁的痕迹，利用人们对坟墓的敬畏之心来给自己的宝藏加一把心理防盗锁。这个计划堪称完美。但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伙盗墓贼再也没能回来取走这批宝藏。或许是他们还没来得及跑远就被官府抓获处死了，又或许是在分赃不均的内讧中同归于尽了。总之，这批从中国最大古墓里盗出的惊世国宝，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在一个不起眼的假墓里安安静静地睡了2000多年，直到1992年才被张天林队长的洛阳铲惊醒。这个盗墓贼的藏宝洞假说虽然听起来像是在讲小说，但他却把之前所有的矛盾点都严丝合缝地解释通了。讲到这里，关于一门2号墓的故事也该告一段落了。从厚厚的朱砂到3把金柄铁剑，从精美的金带钩到虎形玉佩，这座小墓几乎处处都是谜。它让人困惑，却又充满诱惑。一座仅有4平米的小墓，却像一个时光胶囊，
为我们封存了春秋晚期秦国的无尽繁华与惊人机艺。那3把金柄铁剑代表了当时世界顶级的冶金水平，那上百件金玉器物展现了秦人与其他民族交流融合的开放姿态。然而，关于它的核心谜团，墓主人究竟是谁？它到底是一座真墓，还是一个假坟？至今，考古界依然争论不休，没有定论。或许他是西戎亡国之君最后的倔强，用满坑的财富诉说着昔日的荣光；或许他是秦国流亡公子无声的叹息，用奢华的陪葬弥补着生前的遗憾；又或许他只是2000年前一群盗墓贼贪婪的终点，用一个巧妙的骗局为后世留下了一段离奇的传说。这些未解之谜恰恰是历史和考古最大的魅力，它让我们知道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埋藏着多少超乎想象的故事。好了，今天眼见古今就讲到这里了。关于一门2号墓，你更相信哪一种猜测？或者你有什么更大胆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探奇闻。